到我们美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 One Minute US Law 1分钟美国法律。我是 Asmer Law Group 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文。今天想和大家谈谈两个近期美国移民领域的重点动态。那第一个呢，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在10月25号签发了总统令，决定于11月8号取消针对中国、印度、欧洲申根国家等33个国家的旅行禁令。那么也就是说，从11月8号开始，如果您是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那么呢，您就不受到特朗普总统所签发的旅行禁令的限制。那就说如果您持有疫苗接种的凭据以及一个合适的签证，那您呢就可以入境美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说到这个疫苗呢，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了6种疫苗，那您只要接种了这6种疫苗之中的一种，您就可以入境美国。那这6种疫苗呢，包括美国的3种，就是 Pfizer、Moderna、Johnson & Johnson， 以及韩国的阿斯利康疫苗，还有印度血清研究所研发的疫苗，以及最后中国的国药集团 Sinopharm 研发的国产的这种疫苗。这6种疫苗中的一种呢，都可以满足要求。接种疫苗呢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白宫确认了18岁以下的儿童不受这个疫苗的限制，因为他们的年龄还不到。那么呢，如果您有一些健康情况那医生出具医生的意见说您不适合接种那如果这个是经过美国 CDC 防控中心确认过了那您也不需要接种这个疫苗，就可以来到美国。那么第二个最新的美国移民政策的这个发展呢，就是关于香港居民。那么在10月21号的时候呢，美国的国土安全局发布了一份联邦注册通告。那这个呢，其实是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5号签署他这个总统令之后，美国国土安全局的一个跟进的措施。那在这个通告里面呢，它规定了从8月5号总统拜登签发这个总统令开始到现在。所有在美国香港居民，如果您满足所有的条件那您的身份就算已经过期了，那您也不需要离境那美国国土安全局呢也不会把您驱逐出境那这个呢叫做延缓遣返。那这个延缓遣返的这个政策呢是有效期是18个月，从今年的8月5号到23年的2月5号为止。那在这个期间呢，您也可以向移民局申请工作签证和旅行证。如果您需要工作，或者您在这个延缓遣返的这18个月以内呢需要离境，您可以向移民局提出这样的申请那更多的信息呢，您可以到移民局的网站上去获取移民局的网站上也会有相应的表格，也就是 I-765 和 I-131供您来下载使用。那说到这一点呢，我就想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美国签证拒签的最常见的理由，也就是 214B。那有一些签证申请人呢去大使馆签证以后如果签证被拒绝，那移民官会给您一个通知，然后那个通知上写了非常普遍的事由，就是 214B。 那么 214B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先要来看一下美国国务院 Foreign Affairs Manual 这一本手册上面是对于这个旅游签证是怎么定义的。那这个 Foreign Affairs Manual FAM它是写给所有在境外工作的签证官所看的。那么呢，在这个 FAM 上面呢，有3个针对 B2 签证的条件，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的签证申请人，这个 B1、B2 申请就可以通过。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您在美国的国外需要有一个永久的居所。那这个永久的居所呢，就是您出国以后，您不能把它放弃了，那就是说这是您买的一个房产，或者是您和家人共同居住的一个永久的居所。那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您入境和离境的时间都是确定的，那就是您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入美计划您需要告诉移民官您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在美国，那您的入境机票和离境机票都是什么时候都需要和移民官来说明。那么第3点呢，就是您需要证明您到美国以后唯一的目的就是旅行探亲。如果您申请 B2 签证的话，如果您申请 B1 签证，那唯一的目的就是从事这个商务活动。那如果您同时满足这3点呢，那这个签证官就会批准您的 B 签证的申请。那如果您无法满足3个里的任何一个呢那签证官会以这个214B 这个事由来拒绝您的签证申请。那214B 呢，就是
说明您没有 overcome the presumption of immigrant intent。那就是说，每个移民官在审理每一份B签证申请的时候呢，都有一个预期，就是他假设您有移民倾向，那您作为签证申请人有责任向移民官说明您不具有。那如何证明您不具有移民倾向呢？那就是通过您证明您和祖国之间有一个非常强的联系，包括刚才说的，您有一个在国外的永久居所，您不打算放弃它，您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入美和离开美国的一个计划，以及您在您的祖国有家人、朋友、有工作或者有其他的资产。这些都可以帮助您来证明。那么以上呢就是最新的美国移民的动态，欢迎您继续关注 One Minute US Law 1分钟美国法律，来获取更多关于美国移民的更新的信息。谢谢收看。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